大家好，现在 HomePod 的第2代已经评测出来了。我必须说，我自己很喜欢 HomePod， 也一定会买第2代。但是我是否会推荐大家去买，这又是另一回事。在看这些评测时，我发现可以大概分成2种人。一种人一直讲说它好棒啊，它的音质比第1代更好什么的，真的是太棒了什么的。我必须说，第1代的音质我也没有觉得不好。以它那样的设计来讲，以它的方便性放在家里这样，价格先不去看的话，我觉得它的音质其实是非常好的。而第2代老实讲啦，他们在里面的硬体规格其实有少一些，很多影片中也有提到，就是它少了2个麦克风，还少了2个喇叭。如果只用4个这个高音麦克风就可以达到效果的话，那为什么当初要用6个呢？难道是这6、7年来的科技进步造成它可以用更少的麦克风？现在所有 HomePod 第2代的评测都出来了，我必须说，作为一个喜爱 HomePod 的人，我自己肯定会买 HomePod 第2代，但是我是否会推荐其他人购买它，这又是另一回事了。我看到这些评测可以大致分为2种，一种人一直在赞扬它有多棒，音质比第1代更好之类的。其实，我个人觉得第1代的音质已经很不错了，而且它的设计、方便性以及价格也非常吸引人。但老实说，第2代的硬件规格比第1代略有减少，缺少了2个麦克风和2个喇叭。如果只用4个高音麦克风就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那为什么之前要使用6个呢？可能是因为近年来技术进步了，可以用更少的麦克风达到同样的效果，也有可能是为了提高音质。但是至少 HomePod 第2代有一个降价的优点，经过多年的通货膨胀后，即使它的规格稍有减少，价格也合理。然而第1代的销售表现不是很成功，如果第2代再次涨价，可能会影响销售量。对于是否推荐购买 HomePod 第2代，我的建议有点矛盾。作为一个 HomePod 爱好者，我自己会购买，甚至会买2个来测试立体声音效。但是当朋友问我是否应该购买 HomePod 第2代时，我不能给出一个非常明确的建议，因为从第1代 HomePod 来看，在当时的技术环境下，它的智慧型麦克风功能其实也不算很好，尤其是 Siri 的能力。多年过去了， Siri 的功能仍然被限制，我觉得它的辨识能力和智慧程度并没有大幅进步。如果有人想买 Siri 作为智慧音箱，希望它可以帮忙处理许多事情，我必须提醒他不要期待太高。在我家里，我问 Siri 简单的天气情况时，他回答还算正确，但当我询问复杂的问题时，他经常回答不了。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家使用英文提问 Siri 耶，它应该算是拥有最完整、最强大的资料库，但即使如此，它仍然无法解决所有问题。若有人问我是否建议使用 HomePod 作为家庭音响系统，以左右声道搭配电视使用，我的回答是：若只考虑单一声效果， HomePod 的确不错。然而，由于它使用无线连线，包括第1代和现在的 HomePod mini 都不够稳定，我经常遇到断线或是连线读取时间过长的情况，因此不能保证其连线品质。有时候 HomePod 的账号连结会出现问题，可能是因为软体更新后出现断连的情况。当发生这种情况时，我必须返回主页进行一些设定，然后再进行连结。虽然不是每天都会发生这种情况，但在1个月、几个月的时间内发生一次也很令人烦恼。这种问题通常在其他音响装置中不会发生，例如接线式或使用类比式或蓝牙连接的音响。HomePod 本身的稳定性不太好，因此如果您将其用作家庭音响的主要装置，
那么您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例如在看电影时，当所有的音效都必须从 HomePod 发出时，如果 HomePod 突然断开连线，可能只有1个或2个喇叭能发出声音，或者根本没有声音。这种情况很令人沮丧。此外 ，HomePod 的软体更新速度也不快，这可能会让你感到十分烦恼，因为你需要耐心等待软体更新完成，才能重新使用 HomePod。总之，与其他音响装置相比， HomePod 的稳定性稍微差一些。如果您将其用作家庭音响的主要装置，可能会遇到一些烦人的问题，例如断开连线或更新速度较慢。在我的家里，我们使用有线的音响系统，从来没有遇到过任何问题。只要将线接上，声音就会立刻传出来，从未出现过断线或卡住的问题。然而，如果我们谈论到 HomePod 这个产品，我就无法对它完全信任。虽然我把它放在电视和投影机前面，但从未尝试使用它连接我的 Apple TV 观看电影。我尝试使用 HomePod 时遇到了一些延迟、断线和跳来跳去的问题。有时我必须等待几分钟或几十分钟才能看电影，有时突然断线，有时暂停后回来却发现已经断线了。这样的使用体验让我无法依赖它。即使 HomePod 有90%的稳定性，但对于我们经常使用音响系统的人来说，1%的错误率也是无法接受的，更何况是10%。我们只是想要聆听音乐而已。因此，如果有人问我是否建议使用这个家庭音响系统，我会认为不太值得推荐。此外，对于第2代 HomePod 的定位，我对它是否值得购买感到困惑。虽然我会考虑购买，但我仍然觉得它的定位有点模糊。我真的很惊讶这次推出 HomePod， 因为我原本以为 HomePod 已经停产了。我以为如果再推出新的 HomePod， 一定会有很大的改变，但没想到你们推出了一款几乎一模一样的产品，可能只是在一些规格上稍有减少。这一点让我有些困惑。其实，在第1代推出时，我就觉得 HomePod 是一个很成功的产品。即使不考虑 Siri 的问题，相较于其他智慧音箱，例如 Google 的产品，它可以搭配更多的东西，而且还有萤幕可以显示进行状况，而 HomePod 完全没有这些功能。而且它上面的旋转灯常常会转动，尤其是当我家里的环境亮度高时，我很难看清楚它在干嘛。所以下一次我可能会买黑色的，因为黑色的灯光比较不明显，而且它也无法回答一些问题，让你可以看到它的回应。在5到6年前，这样的产品还算可以接受，毕竟当时的智慧音箱也只比它好一点点。但是现在5到6年之后，推出了一款几乎一模一样的产品，只是上面的灯变成了彩色的，但我不认为它可以被称作是萤幕，它只是像一个彩灯，而且上面的部分稍微大了一点，但是仍然不能显示任何东西。我其实不太懂这项改动的意思。上面的萤幕有时候是触控式的，但这真的很麻烦。HomePod mini 也有这个问题，有时候我只是不小心碰到它，它就会开始播放音乐，我觉得很困扰。实际上，5、6年后，当你看到这个智慧音响市场时，你可能会发现苹果在这方面并不算非常成功。以他们在其他产品线上的成功来看，你可能会认为 HomePod 已经停产了，因为苹果正在准备更好的产品，或者他们已经从过去的经验中学到了一些新的东西，可以更好地进入这个市场。他们可能会开发一个更好的智慧音响，并加入萤幕等功能，让它变得更加强大和实用。
但我预计这款产品的销售量不会太好，就算像我这样的苹果粉丝或生态链用户，也不见得会认为它非常实用。虽然我是果粉，并且可能会喜欢某个产品而去购买，但我不太会推荐其他人也去买这个产品。此外，我不相信这个产品对一般市面上的人有太大的吸引力。就产品的功能性而言，我看过某个评测里面提到了，这个产品有温度和湿度侦测器。实际上，在 HomePod mini 的拆解中就发现了这个功能，只是多年来它在 HomePod mini 中从未启用。当初的猜测是为了提高准确度而收集更多数据。现在在家中使用 HomePod 进行测试，发现这个产品的温度计与家中其他所有温度计相比存在着非常大的差距。这里说的不是1到2度的差异，而是大约4到5度，甚至有时达到7度。如果这个产品的温度侦测存在这么大的差距，那么我们还能够相信它吗？它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你依赖它来开启冷气或暖气，并且你家里的室温为21度，但它侦测到的是27度，那么它就不会开启。如果温度差距如此之大，那么你的家里就需要降到15度左右才能启动它。我无法确定这样是否正确。如果温度侦测有1到2度的误差，你可能无法信任它来控制家庭智慧系统。但如果差距达到5到8度，那就完全不能依赖它。或许随着软体更新，它会逐渐修正。这是苹果推出的智慧音响系统的第2代产品，已经有5-6年的历史了。在停产一阵子之后，现在终于推出了第2代，但仍有这样的误差，这让人想知道他们到底花了多少心思在这个产品上。对于我自己来说，无论是出于测试的原因，还是因为我自己喜欢 HomePod 这个产品，我还是会买。但对于身边的人，我并不会强烈推荐他们去买。总结一下，根据你们的使用情境，可以考虑是否要买。这是关于 HomePod 的分享，下次上片再见。